你好，请问您是严小晨吗？是我，这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啊，是的，今天下午安排的是 DH 公司的面试。DH，是陈志远让你找的我吗？是的，陈先生向我推荐了您。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安排了3家公司面试，第一家就是 DH， 另外2家根据你的情况留有存疑，所以我也还在等消息。哦，这样，跟我来吧。哎，这边请。你好，你好，这位是今天来面试的严小晨小姐。跟我来。越国上级领导直接找的设计师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开始吧。看你的简历是华大金融系毕业的，对，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所有人都需要资金融通，无论是即期、远期、国内或者海外的资金需求，金融业都能满足这些需要。这就造成了投资和回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成正比。你毕业之后没有直接进入金融行业，而是进了服装公司，那就等于你在金融行业是毫无经验。那你觉得你如何能胜任我们公司的工作呢？我的确在工作经验方面会有所欠缺，但我有在 MG 的工作实习经历，我知道实际工作远比书本知识要复杂和丰富得多。但我有责任心，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且我也比较勤奋，在之前的实习工作中也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安排，所以从中获取的工作经验让我受益匪浅。请贵公司放心，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我的工作经验能够让我有信心胜任这份工作。如果有1亿资金，你会投资哪个行业？如果我现在有1亿资金，我会选择投资互联网金融。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Cindy， 你觉得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的成绩全都是 A+，可是为什么没有学士学位？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帮同学替考了。行，面试就先到这儿吧，你先到门口等一下。谢谢。太可惜了，成绩这么优秀，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这是品质污点呀！所以我们就要因为一个错误否定全部吗？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他会亲自面试你。跟我过来吧。
进去吧，祝你好运。请坐。怎么？看你的表情，好像你都猜到了。我就猜对了一半。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所以，我的简历是你帮我投的？是啊，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就在10分钟前，公司的副总还有董事总经理还在为考试作弊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吵得不可开交。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诚实。我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你知不知道 DH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或是把一个公司进行拆分和重组，来获得回报。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别着急，给你几分钟想清楚，然后再告诉我。我愿意。第一，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第二，坦白来说，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杨小姐，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就这样啊？要不还会哪样？严格来说的话，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而且是我手把手教你如何面试的。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呢？好像也是啊。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公司决定用你，是因为你足够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开除你。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我同意他的观点，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会加油的。记得去人力资源部办入职手续。好。哎，你男朋友那边？他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我会解决好。这是你的工位。欣然啊，我叫严小晨，你们好，叫我小晨就好。嗨，小陈。好了。嗨，你小心点的。那李坤，小妹妹交给你了。OK， 没问题。小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什么味道？你不觉得你一来这个办公室，连空气都变甜了吗？你又来你那些电视剧的老稿。就你嘛。别误会啊，我们公司就这样。对了，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我想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分析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向乙投资公司和女投资公司索要资料、整理资料、做会议纪要，然后呢，在上司的指导下做一些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可比公司分析、可比交易分析、政策分析。那我有机会接触管理合伙人吗？管理合伙？怎么可能？这么可以说啊？你的级别跟合伙人级别相差太远了。就是你们中间隔着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所以你可能不大有机会能跟合伙人直接打交道。不过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上司是高级副总裁大魔女 Cindy。
大魔女吗？你说谁是大魔女啊？Cindy 姐，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大美女，是吧？严小晨是吧？啊，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的上司Cindy。辛总好。已经走完了认识男朋友的流程了吧？啊？No bro，no。男性朋友啊，跟我来一下办公室。哎，你进去小心点。所有在 Cindy 手下做事人都会经历第2次面试啊，他会给你设立第2次考核，如果你能过。辛总2天后我们公司会举行一个工作陈述会，我需要你代表我们部门准备一个 speech。到时候你要向各部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投资的和参与投资的重要项目的一些分析报告。这些是资料。哦，没有问题吧？你是华大高材生，一个 speech 而已。没问题。有问题记得跟我说。Time's money, hurry up. OK。既不损害到背景企业的名誉，又可以让广大的投资者放心，这样投资者就会源源不断的涌向平台，平台人气上升后就不缺投资者了。做到以上3点且用心经营，平台将会越做越大。谢谢。最后一个是杨小晨。大家看一下。我来。大家好，我今不好意思天各位，我们部门的演讲取消。辛总，我就想问我为什么是吗？这份东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你不觉得丢人吗？资料收集不够详细，市场分析不够透彻，在我看来，就这份报告完全是在浪费我们公司的墨水。我跟你说过，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能自己完成，你可以告诉我。现在这份东西既不专业又没创意，严小姐，我希望你明白，光会逞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让你进入我们公司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既然最后一份演讲取消了，那么今天的总结会议就到这儿结束了，散会吧。别那么急着心疼，路还长着呢。小陈，说完了。说完了。你中午不会就吃这个吧？啊，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啊？这不是我买的。那就是有人送的，可以啊。这样，我哪知道？你吃吗？给你吧。别人送你的，我快点快点，你吃吧，给你。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其实最近公司这么多项目，你2天之内完不成一份详尽完整的分析报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但你被 Cindy 盯上了，你未来可能就没几天好日子。哎，对了，你以后别辛总校长，他从国外回来，喜欢别人叫他 Cindy。你不会得罪 Cindy 了吧？喂，你好。是我。您是？我曾经给过你名片啊。看来你根本没有储存我的号码。你很大牌啊！我还抱希望说你会给我打电话。您找我有事吗？是这样，我呢
想见你。现在，我现在要上班。我知道，现在是午休时间，没关系，我去你单位找你。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行，那我把地址发给您吧。再见。谁啊？要你管？谁呀？你说嘛。八卦死了。行了行了，上班上班上班。阿姨，坐。给你点了杯咖啡，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谢谢。先恭喜你啊，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一份好工作，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待。您过奖了。小陈的确是个聪明的孩子，可是你还不够冰雪聪明。如果你真的聪明的话，我们上次谈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我这不已经辞职了吗？我讲的不是这件事，我讲的是你跟沈侯分手的事。抛弃最爱的人，在您看来是聪明。如果真挚爱对方的话，那么考虑问题出发点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否则抓住对方不撒手，那一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以你现在这么微薄的收入，你是偿还不起你母亲欠下的巨额赌债的，所以你才要死死地抓住沈侯。结婚以后，沈侯自然就替你还债了，是吧？且不说我们作为沈侯的父母，我们两个白手起家，绝不允许任何外人来肆意地挥霍我们的财产。就从沈侯的角度上来讲，我也不希望他成为世人的笑话，大家议论的把柄。我妈欠下的赌债，我已经替她还清了。您把我们家调查的那么细，真是劳您费心了。但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会承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麻烦沈侯。还有，我不是您以为的那种女孩。您也不用这么来吓唬我。你认为我在吓唬你是吗？我跟你讲的是残酷的现实。想知道你在这么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做什么职务，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并不难吧？凭我们深思在业界的影响力，有时候只需要我一通电话，你的所有的努力都会归零。所以，如果你还死抓着沈侯不放，不跟他分手，他爸爸就会把沈侯赶出我们的公司。到那时候会怎么样？两个行为不端的人，双双被大学开除，又被公司开除，你想还有哪家公司会雇你们呢？在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哈哈，你可以想象，你们两个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有激情，也会在柴米油盐面前支离破碎。结果只有一个，2个字：分手。你不用这副表情看着我，你心里一定想，我怎么这么残忍？可我讲的全是事实。我再告诉你一点，沈侯他可以荒废10年的时间，10年以后呢，他回来依然是深思集团的继承人。可你呢？
是对他好。陈总，怎么表情这么严肃啊？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程志远，小陈的老板，这位是沈后的妈妈。你好，幸会。您好，你好。刚好我也认识沈豪。哦，呵呵。这么说，您是知道小陈有了新的工作，出于关心过来看看他的吧？就算是吧。您别担心，小陈在我们公司啊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都很满意。对了，我最近呀知道了他之前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不过您放心，我们做金融的呀，从来都不会去相信大道小道的消息，我们只会相信真实的客观数据。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如果这个人再敢胡来的话，攻击我们公司的员工，就是诋毁我们公司。公司的律师啊，巴不得能有个机会证明自己100万年薪是物有所值的。看来你们是有工作要谈那我就先告辞了。小陈啊，我跟你谈的事情，你认真考虑一下。再见。再见。坐吧，没事吧？你刚才说的，知道我以前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往公司的邮箱发了一封匿名文件，说你之前在深思的财务单据上弄虚作假，让我们注意你这样的污点员工。你应该问的是谁把你来公司的事情说了出去吧？谢谢。配冰淇淋。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这不是我买的。那就是有心。冰淇淋加杯咖啡，一冷一热，一甜一苦，绝对特别。试一下。看来你对我的了解，远比我对你的了解要深得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加拿大滑雪，第一天去的时候，胳膊就摔伤了。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啊，都出去玩了，就我一个人在度假村里面看雪。突然我就特别想吃冰淇淋，我就踩着很厚很厚的积雪，走了很远很远，我才买回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冰淇淋。虽然都是从冰柜里面拿出来的，但夏天的冰淇淋很柔软，冬天的冰淇淋多了几分坚硬，有点寂寞冷清的味道。不觉得很奇怪吗？人在小的时候都喜欢甜，讨厌苦，那好像是生命最初幸福的味道。但长大了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喜欢品尝苦涩。也许是因为长大以后，我们的味蕾才开始真正明白，苦涩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无法躲避，只能学会品尝。你试一下。再吃着冰淇淋。太冰了吧？先苦后甜，试一下。怎么样？哎呀，我的牙，牙快掉了。想说什么？不客气。不客气。其实生活啊，不一定一直美好。那些挣扎可以让你变得更坚强，那些改变可以让你变得更有智慧。那我就带着你的坚强和智慧先回去了，免得你扣我工资。拜拜。郝总，您的咖啡，您要的照片都已经拍完了。好极了，一会儿转给我。好，走吧。
帮我查一个人，深思公司的董事长侯月珍。心脏 ，come in。这是我重新做的分析报告。什么意思啊？事后诸葛亮啊？我只是想证明同意我进公司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希望这次我没有浪费公司打印机里的墨水。如果又是浪费呢？如果又是浪费的话，我会以利为重，及时止损。放那吧。心脏，以后公司的月结报告都由你来做。还有，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辛总，叫我 Cindy。好。李辉，哎，跟我去趟会议室。好嘞。恭喜你啊，有惊无险通过 C。Hurry up！ 哎，来了。我呢，主要是希望和 DH 合作，所以其他的条件，老邓，不是说不可以谈。老邓，我说老邓，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不跟他们 DH 合作吗？幸亏我今天来得早，在楼下看见你司机，不然我差点就被你忽悠了。怎么，跟我玩阴的是吧？不是老罗，你先坐下再说。这谁忽悠你了？我们大家都是有底线的，你的底线是钱，我的底线是合作。行，辛小姐，别拖着了，给这通电话，趁我和老邓都在，到底跟谁合作？有时间吗？送2杯咖啡过去。好。刘总喝咖啡。郑总，谢谢啊。喝什么咖啡？我来又不是为了喝咖啡的。不是老罗，你稍安勿躁，我相信辛总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妙晨，你坐下听一下吧。怎么都不说话？啊？你说，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我也知道了，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对吧？那Cindy姐，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说吧。是这样的啊，罗总，我们这边呢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再考虑，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在您这边就这次二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扩大线下门店，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策划方案，以及详细的预算也还没给到我们，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但是日新科技这边的二手车网站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你们什么意思啊？摆明了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对吧？哦，你当我姓罗的干什么吃啊？吃素的嘛，让我陪跑，浪费时间。罗总Cindy姐，哎，罗总，罗总，
太冲动了。宁耀晨，你出去吧。对，不用，姑娘，你先坐着，没事没事没事。那个，辛总啊，人家小姑娘说的没错呀，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呢，就来谈项目，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他的态度了。小姑娘，你是看过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啊。哎呀，辛总啊，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很认真的。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 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我希望严小姐能作为我们项目的分析员。DH 和日新的合作投资分析方案就交给你来做，好不好？当然，我们 DH 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所以没问题。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邓总慢走。再见。自作聪明。我作为你的上司，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还是严小晨，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你如果这么有野心，你干嘛做分析员啊？你坐我的位置好了。我只是实话实说，是吗？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那个项目啊，还是按照你说的办吧。什么项目？啊？就那个项目。行啊。你不是要去？啊？行，走。喂，你好，是物业吗？我是 DH 投资的程志远。我们公司还有员工在加班。对，麻烦你等到下班之后再锁门。谢谢，辛苦了。
老板，你也加班呀？对，在加班呢。反正我回家呢也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你呢？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没给你发加班费啊。我勤能补拙呗。我真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感到高兴。只要不是为我这样的员工感到伤心就好。其实人的这一生啊，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去承担不同的结果。有些事情啊，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已经挺晚的吧？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哦，不用，我还得去找星座。Cindy，他这个时候应该不太想看到你。我要当面把这个文件给他。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哦。如果你一定要去见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但结果你不一定满意，还去吗？去。喂，老李，10分钟后来楼下接我。老板，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呀？你是不是没有中国的驾照？在那儿。怎么，没想到啊？原来新总私底下是这样子啊！他还有更厉害的。嗨，新总。什么事儿啊？我把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做好了。什么？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我做好了，您要不看一下？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工作，上班再说吧。你加班，我一点都不想表扬你。当然，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觉得很蠢。这太吵了，我们出去吧。走。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也能回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么晚可没有公交车啊？我打车回去啊。哼，你舍得打车啊？程总，我在你心中这么抠呢。明天见。晚安。晚安。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成。我自己给人挂了，我以为你在忙，所以不能给你打电话。来，起来，起来。
杯蜂蜜水啊。嗯。小小，你知不知道啤酒和白酒混着一块喝，我胃都快吐出来了。幸好把合同签了。辛苦了。只要需要你的时候，能听听你的声音和看见你的人，就一点都不辛苦。还难受吗？不难受，你放心吧。小小啊，你迟早有一天，我妈一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我一定要向她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能经过各种磨难。怎么那么肯定啊？因为我奶奶当初也不同意我妈和我爸在一起啊，最后还不是在一块儿。真的啊？我外公外婆是农民，我妈也没上过大学，我爸出生在大城市，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最后还成了公务员。在他们26岁那年，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反对，私自偷拿了家里户口本，然后登记结婚了，最后生出来你未来老公。你说我妈也经历过这一遭，她怎么变得跟我奶奶以前一模一样？不过我相信她肯定会想明白的。他们当时都不屈服，我是他们儿子，我怎么可能屈服？娇娇，你不相信啊？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我要跟你一起努力。娇娇，我妈肯定认为我进公司都是因为你，你现在走了，他们肯定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这一次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是认认真真的想好好工作的。小小，你说你妈会不会也不喜欢我？你都没跟我说过你妈，她是什么样一个人？她会喜欢我吗？他会喜欢你。真的吗？我当时见到你妈，我还带好多礼物，我还带她去体检，看她身体怎么样。我还带她去玩，去旅游。我对我妈觉得时间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你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吧。我睡哪儿？沙发。我去洗脸了。你妈妈的事情，你跟她讲过吗？
沈侯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们两个要走到一块儿，注定了是不幸的，你们会非常痛苦的。我是过来人，我说的话你懂吗？早安，小陈。早安。早安，来了。走。严小晨，你昨天晚上不会是去……下次带我一个。好，下次带你一个。你不会昨天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吧？对啊。你不知道 Cindy 最讨厌员工加班吗？我为什么会讨厌员工加班呀？我告诉你啊 ，Cindy 最反感的就是在公司瞎耗时间，在她眼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我之所以主动要求调到 Cindy 这一组，就是因为我知道她从来不要求员工加班。你这些事儿都没调查清楚，你以后怎么混？喂，田阿姨。小陈啊，大事不好了！妈又出什么事了？你妈妈呀，她欠了高利贷，催债的都已经找上门了，把你妈妈从那个麻将馆一路拉回家，还把你家里弄得一团乱。我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你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遍了。高利贷的说了，再给你们家2天时间，你妈妈要是再还不上钱，就要剁了她的手指头。哎，我妈欠多少钱？好像有16万呢。行，我知道了，田阿姨，您帮我现在照顾好我妈，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哦，好。谢谢啊。天哪，16万！怎么了，小陈？没事。哎，一会儿我得出去一趟，一会儿辛迪来，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好。谢谢。这又怎么了？早安。他这是下班了？你刚跟我说什么？没事，走吧。嗨，小肖，你怎么来了？沈侯他在公司吗？在，怎么？他今天没去卖场啊？没去，本来说是要去的，但是昨天晚上跟客户签约，把自己给喝大了，现在在刘总办公室躺着呢。谢谢，我去看看他。嗯。
好在办公室睡觉。哎，你别说了，最近他好像转性了，啊，跑业务跑得特别积极，都快成劳模了。哎。在你看来，作为一个销售业务员，这是必经之路。可是对沈侯就不一样，他不需要经历这些来证明和改变自己。他是一个管理者，他这么做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作践自己。上一季度所有投资案的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总结都已经发放到大家手里了，所以下面有请李辉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好的，仙姐。是这样，大家手上拿到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部门在上一季度针对我们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共享经济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包含在小黄单车还有橘子共享充电宝上，一共是13家的企业已经被我们拉到了我们团队里面。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继续。一共是13家的生产团队，喂，有8家的合同我们已经是出事了吧？剩下5家我们还在。是，出了点事儿。娘娘欠人16万块钱，人家追上门了，脑袋挺大的，我这正打算过去看看呢。让大家一晚开心，对不对？那么这一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我想想办法。相信你，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把这一次项目做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还有这些，包括合同方面的东西。郑总，继续 ，OK。那其实我们眼下这个区块链也是非常热门。那前段时间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那后续会发送给大家。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看来程总对我们上一季度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啊。上一季度成绩不错啊。今天下午茶我和程总请客。谢周总，谢周总。那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我有点时间出去一下，后面就辛苦您了啊。下午茶我请。谢谢总。那我们散吧。你直接发我邮箱就行，直接发我邮箱，然后把客户那边的资料给发给你。有需要打电话吗？喂，魏彤。喂，小陈。你现在手里有不用的钱吗？能不能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都给你啊。有点多啊。16万。16万？你确定你说的是16万吗？我确定。着急吗？急。我想说，你要不急的话，我想办法帮你凑凑。但你也知道我没工作呢，所以我那点存款还不够你要的1/10呢。小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那你跟沈侯说了吗？
我不想让他知道。哦，我明白了。那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太确定我能帮得上你。好，谢谢啊。没想到你平时不怎么找我，一找我就这么大的事儿。跟你开玩笑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好，麻烦你了。拜拜。陈总，我本来说下来买一杯咖啡，看到有一个背影跟你很像，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我现在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苦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无法避免，就学会去品尝它。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你想知道吗？只有品尝过苦涩之后，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意思是，如果你想抵达顺境，必须先在逆境中经过一番锤炼。这算是鸡汤吗？怎么了？是感情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事儿了？能让你这个工作狂翘班的事儿，一定是大事儿。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大事儿，也就那么几件，并不难猜。我现在非常需要钱。需要多少？16万。是家里的事儿。找沈侯了吗？沈侯他现在也刚工作，他自己肯定没那么多钱。我要是找他，他肯定会去找他妈妈要。那如果他去找他妈妈，那这不就印证了他妈妈的话吗？我可不想认输。看来你还是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你脑子里面现在的输赢啊，还是取决于沈侯妈妈那天对你说的话，还是取决于你是否会拖累沈侯。但真正的输赢不在这里。你跟沈侯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当这两个世界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会形成阴影，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到底是黑暗遮住了光明，还是光明照亮了黑暗？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所以说，沈侯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抽象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现在比较关心我能从哪儿弄到16万。那如果我说我可以借给你呢？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恰好有钱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问我拿这16万是要去干什么，你就说借就借啊？这么信任我啊？现在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吧？能让员工心无旁骛的认真工作，应该是我这个老板的部分义务吧。可是雇佣关系只是暂时的，你就不怕我跑了吗？你可别忘了，我可知道你家在哪儿。除非你一辈子不回去，否则我迟早找到你。那我不会拖到让你要去上门要债的。
我现在税后的工资是8600，如果按分期付款的方式，你每个月扣5000，这样3年我就能还清。你连还账的方式都想得这么细致，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过我想你根本用不到3年才能够还清。你现在不是在负责日新科技的项目分析吗？如果合同顺利签成，你有提成可以拿，到了年底还有年终奖，算下来应该有6位数字。其实16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赚钱那么容易吗？我既认可你的能力，也对我自己的公司有信心。有这么自信的老板，好像还钱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就当是我提前对你工作的鼓励吧。谢谢陈总，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对我的信任。好了，时间都拖了这么久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要再不回去工作的话，我可真要扣你工资了。好，你不是要去买咖啡？是。好了，老板您过目。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东西了。嘿，虽然古老，但是有效。我先出去了。等一下，你就这么出去的话，公司的人还以为我让你签什么卖身契呢。有客人啊？那我要不要敲下门？你什么时候敲过门啊？我先出去了。哎，等一下，这杯咖啡给你的。志远，你又喝咖啡？你是不是还吃冰激凌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这样会胃疼啊？你每次胃疼都要我给你拿胃药，你胃疼我也心疼啊！快，把胃药给吃了，这水也差不多正好。没事，我胃不疼。爱吃不吃？妈，16万已经转到你卡里了，看到立刻联系我。严小晨，不是你去哪儿了？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走的这段时间可得到了 Cindy 姐的关节水血。你没帮我请假？哎，我请了，我能不请吗？开会之前我就请了。哎，她表现的特别无所谓，头都没抬。啊，知道了，开会。结果会开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陈总突然走了。会议结束，他又来问我。知道严小晨为什么请假吗？我怎么说？你是不是跟陈总？啊？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呀，开玩笑，别那么认真嘛。就是不知道 Cindy 姐为什么会这么针对你。没什么针不针对的，有个严厉的上司是个好事儿。哎，看你刚来，怕你踩雷。友情提示啊 ，Cindy 姐和陈总关系特殊。有多特殊啊？据说啊 ，Cindy 姐和陈总他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陈总在国外创业 ，Cindy 姐就陪着他一步一步把 DH 建立了。但是1年前，陈总突然把公司的所有业务全部调回了国内 ，Cindy 姐跟着他一起回来了。这么算起来，他跟着陈总的时间比乔总还长。你别看乔总职位比 Cindy 姐要高，他见到 Cindy 姐也是要借他3分的。为什么不签字？这个不合适。这个去年我们必须签。哎，还有个内幕消息
Cindy 姐和陈总对外都声称自己单身，但是 Cindy 姐不但知道陈总家的家门密码，还经常留宿在陈总家。所以，种种迹象表明，Cindy 姐和陈总就是传说中的办公室地下恋情。地下恋情怎么了？他俩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吗？陈总可能是想避嫌吧。你想，公司人多口杂，多麻烦。Cindy 姐也不求名分，就想安安静静的待在陈总身边。哎呀，这么一想，魔女也是挺不容易的呢。耀晨，你是不是还知道点别的？我能知道什么？哎呦，快说快说快说！哎呀，快说嘛！我求你了，大哥，我现在脑子乱得一塌糊涂的，你还在这儿来跟我八卦，能不能消停会儿？就是开个玩笑嘛，那么认真干嘛？赶紧工作。告辞。你别管了，